杨元，婆婆，人都不见了，不好，落凤村要出事。 大人，王湛，还有西子墨。这个村并没有登记在州府的名册中，不知道有多少人，所以还不确定有没有人生还。保护好现场。是。追！不用追了。哎，为什么？有可能是村中的唯一活口啊！哼，他不是。王清，昨夜落凤谷大火，昌定桥附近又出怪异之事，你为何不报？启禀陛下，正因此事疑点众多，臣不得不重视，这才前来向陛下直谏。 陛下，这把火烧得蹊跷，一夜之间整个村庄不复存在。臣已命人将落凤谷包围，希望能早日找到破案线索。可谁知这现场竟出现一个不明身份的女子，此人无故出现，且形迹可疑。臣恐怕现场已遭破坏。陛下，微臣办案向来雷厉风行，杀伐果决，若 在现场再发现可疑人等，臣请陛下恩准，将其就地正法。难得王清一片忠心，朕岂能不准？起来说话。 为陛下分忧，乃臣之本分。你是？见过苏小姐，赵娘子患病离宫，从今起由奴婢来伺候苏小姐的起居。皇上驾到！参见陛下。参见陛下。 你先下去吧。是。陛下今日可是？苏乐瑜，你可曾私自出宫去了落凤谷扰乱王清办案？自上次陛下警告过后，小女便从未踏出过皇宫一步。难道王清能冤枉你不成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看来朕平日里 是太过骄纵于你，让你忘了自己的身份，便罚你去玄机阁细思己过。
乐于，倘若有一天，常言有难，大仓危悬，你可否愿意为朕扛起千钧重担，守护江山子年？陛下，乐于在看什么呢？今日早课，先生讲史，讲到后妃传时，书中却尽是赞颂贤良淑德，却没有一本史书描写他们的巾帼豪情。小女心中疑惑，便借来许多史书，正在寻找。找到了吗？想来是这识海浩瀚，看了这么久，都没有找到。朕看来，我们的乐于倒是有左辅右弼之才。以后想不想有一番自己的作为呢？既然史书里没有，何不把自己写进史书里？若当真有那么一天，小女定竭尽全力，开创一番天地，护我大仓，承平盛世。参见陛下。你可知朕为何要罚你来这玄机阁？因为那宋娘子是王战的眼线，毕竟玄机阁内无人敢进。今日他故意提到你，言语之中尽是在威胁朕，说再发现可疑人等便就地正法。他已认出了你，朕怕他危害于你。落凤村的事查得怎么样了？此番调查，我发现这落凤村藏有很大的秘密，村民尽是习武之人，且多为女性，鬼兵借道很可能与他们有关系。我怀疑落凤村之所以被烧成灰烬，与这个有关。王战和西子墨，他们两个在现场，不像查案，倒像是在找东西。该不会就是在找这个吧？或许查清此事，就能解开鬼兵借道的谜团，昌定桥案也会有线索。这看起来像是节制军马的令牌，只是这平阳二字，朕从未见过大仓的军队有这样的军号。大仓节制军马都需要记录在案，想必价格库该有记录。那明日一早，我们便去价格库查一查。还请陛下需想个由头发难，这样我才好暗自调查，如此才不打草惊蛇。价格库主事官岳梦玲，明日后可利用此人。陛下英明。
还记得这鸳鸯灯是你为我们选的样式。这本张生彩鸾灯传在民间可受欢迎了。是吗？你看，囊里真香谁见妾，娇绡滴血染成红。殷勤一下轻萧意，奴与豺狼至袖中。这刘素香啊，故意遗落红绡帕子，并题诗帕上，与拾到帕子的张顺美约定，来年元宵节约定后门相会，并以车前鸳鸯灯为号。此法果真大胆又烂漫。看来乐鱼都忘了。一时挨日，一日挨月，一月挨年。若当真喜欢，为何要在来年元宵节再见？一时挨日，一日挨月，一月挨年，方可两情好合，偕老百年。感情自需细水长流。你可还记得少时，你我常在这里读书论辩？自是记得。这玄机阁中的一切，小女都铭记在心。不知陛下可都还记得？不早了，陛下请回吧。价格库上折，兵刑户3部库房年久失修，漏雨严重。长此以往，恐怕卷宗典籍要被毁掉。为何不及时修缮？回陛下，户部不拨银子，微臣实难修复。陛下，我大仓向来量入为出，今年各款项已尽数划拨，却已无多余款项，以供修缮。难道一句没钱便要置天下事于不顾吗？这西子墨岳梦麟在。无论用什么方法，修缮之事势在必行。钱不够，就从朕的银库中出。是。抓紧去办，退下吧。太师，陛下要去价格库，恐怕是发现了什么。会不会查出西家什么事儿啊？当年卷宗西家都已处理，料也查不出实情。倒是苏文成一事，得尽早把它解决。没了苏文成，陛下就是狮牙猛虎，不足为惧。岳梦麟，微臣在。价格库是要好好修缮一番了。启禀皇上，如若修缮，这兵刑户3部的卷宗典籍，都需移出去才好。那就移，亡羊补牢要快速。你们几个，跟着岳大人搬典籍，万事小心。是。这边来，你们去搬兵部，剩下的人跟我去搬刑部、户部。
所有卷宗里都没有女人参军的记录，也没有任何军队使用平阳军的名号。平阳军好像从来就没存在过一样。岳大人，不是在外面指挥堆放吗？在这里做什么？回陛下，兵部的卷宗迟迟没有搬出，臣便来看看。岳大人不是说一次搬空无法全部堆放吗？待刑部、户部修缮完，再修兵部也不迟。是，还是陛下思虑周全。走吧。是。适才我翻阅兵部卷宗，发现正规军记载中是没有平阳军这支军队的，只在一个没有任何标识的卷宗柜中找到了记载。嘉宁11年冬，平阳军驰援不利，幸大仓将士血战，死守北境长城，终退敌，平阳军回朝。嘉宁11年，北境作战，该是得胜而归。朕从未听说过未得到援助之事。而且为什么驰援不利？又是谁在领兵死守？回朝后又如何了？都没有记载吗？没有，只是这嘉宁11年之事，与苏家如今的情况如此类似，这其中必然有什么联系。但这记载写得太过笼统，最后也因为没搬看不到了。我兄长已入狱多日，本来以为此番调查能有线索，没想到。不用太过担心，你先继续查下去。朝堂上朕会设法周旋，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他有差池。毕竟，这也是帮朕自己。陛下，我现在只是一个小侍卫，若是被别人看到陛下的披袍在我身上，只怕引人怀疑。陛下前些日子才受了肩伤，该是比我更怕这寒风。
命上奏苏文成问斩的折子都准备好了吗？太师放心，早就备好了。这次一定要斩草除根，拿到苏家兵权。现在的线索只有这个令牌和卷宗上的寥寥数语，但我有种直觉，那些假扮鬼兵借道之人，很有可能就是解开这一切的关键。我记得当时，西家二公子西子墨正是负责北境作战之人，他曾报告说没有等到援军，只能在此死守。也因此事，西子墨着军功，升任了户部员外郎。平阳郡。拒马河营地。拒马河营地。对，我曾在拒马河营地练兵，听那里的老兵闲聊过，好像便是关于平阳郡化作火中鬼兵的。那被霉斑污损的字迹，很有可能就是拒马河营地。可当年拒马河营地发生了什么？看来我得马上去一趟了。乐云，你要小心。如今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。我担心奸佞势大，陛下又势单力薄，这些人会将矛头指向你。我苏家人可血染沙场阵前往，绝不含冤不白狱中死。我一定查明真相，还我们苏家清白。等我。陛下，靖远侯苏文成已经在大理寺关了许久，这该查的也都查了，到现在爵位也未曾褫夺，罪名也不曾划定，恐怕难塞悠悠之口啊！靖远侯之事悬而未决，都传言是因为陛下与苏家小姐青梅竹马，陛下当以江山社稷为重，切不可因个人情感而罔顾国法。太师所言极是，此事关乎朝廷威严，如不妥善处置，日后如何服众？靖远侯之罪，必须严惩，方能平息传言。陛下，微臣死谏。陛下，还请尽快下旨。王卿，靖远侯一案，人证物证都还未查明吧？回陛下，皆已查明，只等陛下御笔钦判，以定靖远侯之罪。既如此，便褫夺靖远侯封号，择日问斩。冯卿，臣在。去办吧。是。臣当3日后昭告天下。只是什么？本月逢先帝忌日，不宜杀伐，3品以上官员行刑之事，都需延后执行。祖制不可违背，就按规矩办吧。臣遵旨。众爱卿可有异议？陛下英明。苏小姐早，见过淑妃娘娘。听闻陛下今日下了朝，便是往苏小姐的乐竹别院去了。我今日有幸在此遇见苏小姐，估计也能遇见陛下吧。陛下每日操劳国事，哪有闲工夫往我的乐竹别院去啊？那陛下要纳苏小姐为妃，真有此事？
听闻若非苏将军出了事，此时你我该是姐妹相称了。不知苏将军现下如何？我苏家做事向来行得正，坐得端。我相信天理昭昭，也相信陛下英明，定会查出幕后主使。那就预祝苏小姐得偿所愿。参见陛下。都回吧。莫非是苏将军之事不甚顺利？陛下，冯大人来报，杨云找到了，但似是受到追杀，目前昏迷不醒。先关起来，暂时别让乐玉知道，全力抑制。是。杨云失踪，婆婆被杀，还有鬼兵现世，也许拒马河就是关键所在。拒马河营地的下游，便是昌定桥。这未免也太巧合了。不错，有一种故技重施的错觉。陛下，陛下为何会孤身来此？文成之事迫在眉睫，今日您正殿前，秦淑妃在，朕不好单独见你。毕竟她也是秦家之女，以免走漏风声。朕知道你在牢里见过文成，因是找到了线索，便一路跟随，暗中保护。兄长说，当年平阳君在拒马河营地也闹出过鬼兵之事，之后便消失了。当年之事与我兄长的遭遇极其相像。若想知道当年的真相，想必要到拒马河营地，去找那里的老人问问了。朕亲自去问，是最快的办法。陛下愿为此事亲自出面，小女自是感激不尽。只怕此事会为陛下惹来麻烦。如今局势刻不容缓，若再拖下去，对文成还有对朕都更加不利。小心！留活口！叶从，你竟然在这里！此处比邻皇陵，我经常来此夜猎。幸亏你及时出现，要不然我们就危险了。这些刺客虽来势汹汹，却并未下死手，似是只想阻拦我们，而非杀人。参见陛下。如今昌定桥塌，文成下狱，如此多事之秋，你倒是有闲情逸致，在此夜猎。臣奉旨为先帝首领，这份闲情还要多谢陛下给了臣这样一份好差事。臣不若陛下，皇权在握，天下为棋。纵使先帝都被放在这棋盘之上，又何况是臣？如今启王已被贬到封地，
陛下日理万机，乐于身在皇宫，就连这打猎的闲情也只剩我一人，当真是物是人非。殷从，你是第一次与我和乐于打猎。这山林地势复杂，异多猛兽，凡事要以安全为上。你二人也需记得我大仓狩猎规矩：不杀幼崽，不猎运兽雌兽。这规矩我自是知道，可我却总觉得将雌兽运兽比作弱者护之，是猎场最大的不公。就算是雌兽运兽，应当与雄兽等同，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。春不杀牝李虫生生，塔具于师网开三面。古人云：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不可逆势而为。古人也说过，世间万物众生平等。那众生平等还分男女雌雄？强不攘弱，众不暴寡，不论何时都不该欺凌妇孺，恃强凌弱之事，切不可为。你呀，只会向着纪王殿下。我只是反对以强欺弱。不管你们啦，我先走了。这，等等我。殷从，你这边是要走了？对，你在宫中多保重。你也万事小心，待你休沐，我们还像从前一样，骑马打猎。臣不便打扰陛下，先行告退。从前殷从最争强好胜，不肯低头。如今总感觉他失去了锋芒。人总归会变的。是啊，人都会变。那么陛下，你变了吗？这几日，我一直在心里问自己：玄机阁那晚的陛下，和如今势必要找到真相，甚至舍身救我的陛下，是同一个人吗？还是说，在陛下心里，也有着不可言说的苦楚？初心如磐，笃行致远，朕从未变过。不早了，你我需早些赶到骏马河营地。草民参见陛下。嘉宁11年，你在骏马河做牢头时，
可知有支女子军队因犯军法，在此关押？记得。我大仓唯一一支女子军，名叫平阳军。他们似是受了莫大的冤枉，被关在牢房里。但自从西将军来过之后，就变了。哦，那天还发生了一件怪事。这是，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？啊，贵宾啊！来人呐！闹水了！来人呐！哎呀，闹水了！你是说你在大火中看到了鬼兵，然后整支军队便从军营中不见了？是啊，草民亲眼所见。你退下吧。草民告退。当年之事跟兄长的事越发相像了，所以落凤村的村民可能就是当年消失的平阳军。可惜落凤村已被销毁殆尽，杨云恐怕也……的确如此。陛下今日暴露身份，明日朝堂之上，想必是狂风暴雨。朕自能应对。陛下，听说您去拒马河了？怎么，拒马河朕去不得？陛下当然去得，只是靖远侯一案，人证物证皆已齐备，如今先帝忌日也已过去许久。若陛下执意推脱下去，可是顾及私情，想要利用此事给苏家翻案，拉拢苏家兵权吗？西大人此言未免有些太过了。秦家、王家与西家和陛下才是一家人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大家同气连枝。陛下怎会因与苏家的私情而失了公允？陛下，臣口不择言，请陛下恕罪。靖远侯一案，朕已有分辨。靖远侯乃被人构陷，一伙军匪后代假扮鬼兵，企图陷害靖远侯苏文成，为此不惜毁塌昌定桥。幕后元凶杨云，朕已将其捉拿归案。正如太师所言，朕与各位荣辱与共，切莫因外人闹了误会。此女正在牢中，随时可以定罪。如此，这乃一举两得。太师，苏家是无辜的，朕与四姓望族同气连枝，这大仓也还是这个大仓。那臣等便先行告退了。这三家之人着实嚣张，竟敢如此威胁陛下。他们势大，此时还不宜番言相向。杨云之事只是缓兵之计，用他先堵住他们的嘴。只是杨云之事，未能及时与苏小姐沟通，恐怕她万难理解啊。不理解才好。去乐住别院。小姐，小姐，杨云被押入大牢了。皇上驾到！参见陛下。起来吧。陛下昨夜说，你自能应对。便是拿杨云一个无辜女人的性命来平息朝堂之怒吗？苏乐雨，你越发没有规矩了。你早已找到杨云，却不同我说，令我一直认为落凤谷全无活口。殷长言，你我看似协作查案，可你从来没有信任过我，是不是？
鬼兵借道记忆查明乃是冒充，只要杨云招供，你兄长便可无罪释放，一切都解决了。你还想干什么？事到如今，此事已不仅仅是苏家之事。我要重启调查平阳局，还杨云，还为大仓而战的平阳军一个清白。苏乐瑜，你以为你现在是谁？想查什么就查什么？便是你兄长之事，若非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你以为你能查到今天？拒马河之事与我兄长之事，很有可能是出自于同一个幕后黑手。此顽疾不除，朝局何以安稳？你是以什么身份胆敢插手朝堂之事？先帝曾有诏令，关乎社稷民生之事，不论身份，皆可直言。那你们苏家是先帝的臣子，还是朕的臣子？先帝因忌惮苏家，将我接入宫中教养，而如今陛下竟将苏家视作先帝的势力。此事到此为止，休要再言。徐公公，老奴在。明日便开始准备册封大礼。先帝因忌惮苏家，将我接入宫中教养，而如今陛下竟将苏家视作先帝的势力。殷从，你怎么有空过来啊？今日皇陵换房，我回来述职。最近入秋了，皇陵那边天凉，我去给你拿件皮裘。乐瑜，你真的会嫁给殷长言吗？殷从，你可发觉他似有隐情？可是乐瑜，殷从，你我已经许久未见了，你找我就是来说这些的吗？我来是有一事想跟你说。何事？那晚偶遇你与殷长言，我怕他多疑，不便多说。但是今天想想，还是得告诉你，你那条项链，我知道些来历。你说的可是这个？对。来，不妨说说。我曾听北境的人说，这是外族军中大将军以上的人方能佩戴的，而且对他们来说比生命还重要。除非被杀死，否则绝不会摘下。所以乐瑜，此项链很可能是关键证据，能证明是谁斩杀的敌将。这条项链是杨云给我的，难道说那日西子墨和王湛找的出去那令牌，还有这项链？殷从，你可带我出宫？应该不难。去哪儿？陛下为平衡世家，将杨云押入大牢，我要去救他。看到你这样，我就放心了。你果然还是内心澄明、公私分明的苏乐瑜。陛下也有苦衷，才出此下策。我定要救出真凶。我早跟你说过，他已不是从前的殷长言。如今的殷长言为保皇位不择手段，
你留在这里，迟早会成为帝王心机中的一个弃子。先救出杨云，其他的以后再说吧。陛下，朝阳郡主果然去了乐竹别院找苏小姐。现下他二人已经出宫了。陛下可是猜到了苏小姐定然会出宫继续去查？不查那就不是苏乐玉了。如今恰巧殷从回来述职，与他一起，朕也放心些。陛下故意与之争吵，实是为了让秦裘一党放松警惕。那如今杨云之事该如何定夺？与秦裘的表象之好还需维系，杨云之事朕不便查，后面的事你去安排一下。老奴明白，却只怕会让苏小姐与陛下的误会更深。老奴只盼有一天，陛下能与苏小姐冰释前嫌呐。乐玉，殷总，杨云多谢两位姐姐救命之恩，只是这位姐姐解我出狱，怕是要惹上大麻烦。你且放心，再大的麻烦由我们顶着。坐下说吧。杨云，这条项链，你可知道些什么？岳婆婆说，这项链是她斩杀敌方大将军之后得到的。这项链乃是她军功的证据，能够证明当时平阳军赶到了北境，而并非驰援不利。所以说，村里的老人就是当年的平阳军。没错，听村中的长辈们说，岳婆婆当年是平阳军的都统，是支全部为女性组成的神秘部队，因此鲜为外界所知。就在北京作战之后，全军被莫名定罪，被迫躲入落凤谷，躲避火势。可是与西子墨有关。我们得知平阳军背负冤屈之后，便想替婆婆他们平反。恰巧我们目睹了西子墨撞塌昌定桥，觉得可以利用此事，我们捏造了渔夫传书，并将死鱼置于昌定桥边，接着利用传言定下鬼兵借道这个计划。我们先是买通了客栈老板，借他之口，将渔夫传书还有鬼兵借道之事散播给各方来客。掌柜的，你可听说过昌定桥鬼兵借道？你们遇见了？我们将昔日平阳军的盔甲改变样式，借着夜晚浓雾升起时，装扮成民夫鬼兵。那晚在山神庙和我交手的是你吧？就是我。我看出你们不是寻常之人，想借助你们的力量，帮婆婆他们洗刷冤屈。可那蓝色的鬼火又是如何而来？那蓝色火焰实际上是用一种特殊的粉末实现的。那火焰看似凶猛，实则温度不高，在铠甲上点燃，不会灼伤且形似鬼兵。那夜在山神庙，我们先是用声音吸引你们的注意，然后再将粉末用弓箭射入篝火之中。火焰遇到粉末也会变成蓝色的。特殊粉末是什么呢？磷粉。磷粉，我记得磷粉是受到朝廷严格管控的，售卖和使用都受到工部监管。你们是如何得到？我也不知，我也是从婆婆那里得到的，可她已经……殷从，你我明日得去查一查了。好。此人心思缜密，记性了得。无妨。见过朝阳郡主。兵部需要些材料，磷粉的调取档案册在哪儿？磷粉归兵部、工部共用，属金石科，在丁司卫113架。
郡主，这边请。不用，我自己去找。此事我要密查，切莫走漏风声。好，下官明白。此人果然了得，他肯定认出我来了。认出你却不道破，看来此人是有飞碟。找到了，林粉。西子墨，平阳君被关押在拒马河那段时间，只有西子墨一人调取过磷粉，所以当年的鬼冰鬼火，也有可能是西子墨制造的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你看这里，西子墨参与昌定桥的修缮，还升任了户部侍郎。这官道石桥需要用巨石建造，可这昌定桥的石料却是用这种碎石料堆砌而成。所以西子墨是在修缮昌定桥期间吞没了修缮款，将原本用来做桥墩的巨石调包成了细碎的石料。这就是为什么原本坚固的昌定桥竟能被撞塌了。昌定桥坍塌导致军机贻误，多少将士因此丧命。他们居然借机大发国难财。有了这些，加上杨云的证词，就可以定西子墨构陷忠良、贻误军机之罪。西家原本掌握皇商命脉，本应清廉自守，为朝廷出谋划策，没想到竟如此贪赃枉法，简直罪大恶极。这些大仓的蛀虫，此事我必定追查到底。不能继续让他们为非作歹，危害大仓。太师，西子墨的证据被查到了，你看我们齐府上下，悉数所拿。西家一干人等，全部带往大理寺候审。西家财务账册全部封存。是。走。走。大人，他上吊了。快把他放下来。是。西子墨怎么会？认罪书。启禀陛下，昌定桥一案已审结完毕，系西子墨构陷忠良，贪墨修缮款项。西子墨已自缢，并留有认罪书一封。我西子墨贪为目录，染指于鼎，愧对皇恩，愧对祖上福音。嘉宁11年，因一己私欲而贪墨昌定桥款，为了掩盖贪污，我编织罪名，构陷平阳郡。岳都头，这桥修的实在让人生气。是啊，这石料全部不对，这样偷工减料，大雨一来，这桥恐怕会坍塌呀。我们去上报。兵部调令已到，外敌陈兵边境，明日我部将奉命前往北境，军令如山，不得违背。好，一切等战事结束之后，再做打算。崔大人，我等何罪？我平阳军星夜兼程驰援边境，击退敌军，并且还斩杀了敌军大将军呀！岳都头，我是相信你，只是上头不信呐。我有敌军大将军的事物，可作为斩首证据。我上奏了，可是你说的这些朝廷不信呐。明日便要问斩，你我共事多年，我是真想帮你，只是，这样吧，我就再帮你这最后一次吧。此物带自西域，外面还有一些，可助你们脱身。一会儿你制造一场火灾，我与你里应外合，助你们离开。出去后好生躲藏，切莫再回来了。岳都头，你们自求多福吧。烧水了！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！烧水了！贵宾啊！来人了！启禀陛下，
平阳君越狱出逃，已烧毁营帐，不知所踪。陛下，除了伪造朝廷旨意，构陷平阳君，西子墨还胆大妄为，为了排除异己，设计陷害靖远侯。他趁山中连绵暴雨，河水上涨，蓄意撞塌昌定桥。快点扔下去！陛下，西子墨为了销毁人证，不惜制造了落凤村大火，致使全村上下除杨云以外无人生还，罪不可赦。平阳君后裔杨云等人，为了给平阳君平冤昭雪，还在昌定桥附近制造鬼兵借道。现已查清，平阳君越狱出逃一事为西子墨蓄意陷害。平阳君在抗敌期间，西子墨蒙蔽朝廷，并且剽窃军功。朝廷因此错下了旨意，将士蒙冤，此事皆已查验核实，请陛下定夺。西子墨既已自裁，就此接过。此案既已查明，传朕旨意，还平阳君原封号，追封为昭武平阳君，全军将士追为忠烈，享军功，配武庙，于落凤谷建碑立庙。陛下英明。原价格库主事官岳梦麟廉洁奉公，德才兼备，升任户部尚书。苏文成无罪释放，即刻官复原职。臣遵旨。我早跟你说过，他已不是从前的殷长野。如今的殷长野为了皇位不择手段，还是说，在陛下心里，也有着不可言说的苦衷？初心如渴，笃行致远，朕从未变过。皇帝陛下敕曰：昊天有德，成人之和。今靖远侯府长女苏氏乐于，品德贤良，温婉淑仪，可为佳偶，封为贤妃。3日后行册封之礼。苏乐于也真够厉害，这么久的陈年旧案都能翻出来。可怜西子墨也只能被牺牲了，那我们也损失了一大世家呀。对了，太师，陛下新换上来的那个岳梦麟，那是寒门出身，谁的账都不买，咱们往后不好办了。他能把人扶上去，我们就能把人拉下来。太师所言极是，只是我现在已经有些看不懂陛下。都说他是以平衡治天下，绝不会违背祖训，可把杨云下狱是假，和苏乐于不和那也是假。哼，才继位没多久，就搞倒了西家。他要平衡，不过是料定我们会忌惮苏家手中的兵权。他以为此番保住了苏家，苏文成就能和他一心了吗？只要没了苏乐于，他与苏家的关系便如风中残烛，随时都会破灭。所以苏乐于才是那枚关键的棋子。科举马上就要放榜了。太师放心，下官早已安排妥当。娘娘，您明日才回府省亲，为何今天要出宫？随便看看。来看一看，又上一首歌，男女皆宜啊！来尝尝咱家桂花酿，来看看咱家桂花酿。哎，姑娘，来尝尝。来，新开的，
你尝尝，好喝吗？来一壶。文成，你我青梅竹马，但世事无常，你我再无可能。我今日特意在此等你出狱，娘娘，只为看到你平安就好。娘娘，该走了。今生无缘，愿你我各自珍重。平阳君得以昭雪，婆婆他们泉下有知，定会十分开心的。多谢恩人，若非您想出再以鬼兵借道之法引出巨蟒河往事，只怕平阳君此生的冤屈再无吸血之日。无妨，好在你机灵，猜出了放箭之人会是我。恩人说过，要想沉冤昭雪，需要留下关键线索。那日我与苏姑娘交手，便故意露出枪上落凤字样，但不敢伤她分毫。做得好。听说乐宇很是欣赏你，还让你去他身边当值。是，我会去他宫中，好生盯着那个宋娘子。以后定要好好保护乐宇。我会的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苏家乐于今日起即册封为贤妃，赐驻贤明殿，望克贤于礼，温良谦恭，六尘不染。乐于，倘若有一天常年有难，大仓危悬，你可否愿意为朕扛起千钧重担，守护江山子民？昨夜母亲提醒我，开盛世之皇必有贤能之后。在我看来，我辈中只有你配得上贤能二字。乐于，终有一天，我们将亲手执旗，共创着大苍天下。殷长言，我苏乐于誓死不嫁窃国之人，但你的种种所为又让我觉察出，你似有不可言说的隐情。谢陛下恩典，我本想以死明志，但今天嫁你，是为了查明玄机阁真相。如若你真的逼宫失地，我定要与你同归于尽；如若不是，我将与你共创大苍天下。